这一讲咱们说大脑的第5次，也是目前为止的最后一次突破，那就是语言。语言是怎么产生的呢？中国古代有句话叫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那人的语言跟黑猩猩跟猴子的语言又有什么不同呢？这里有个很精彩的故事，当然现在这个故事还是有争议的。比如著名的美国左翼人士，也是一位语言学家乔姆斯基就不同意我们要讲的这个说法。但是我认为班尼特在《智能简史》这本书里综合调研的结果是目前最合理的说法。简单说，语言是机缘巧合之下多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我们能因为语言而变成人，开启文明，是一场各种因素合力形成正反馈造成的完美风暴。咱们上一讲说到，大约1500万年前，我们跟黑猩猩共同的祖先，也就是一种开启了心智理论，同时又会搞政治的灵长类动物，是主要以吃果子为生。它们生活在非洲大陆，当时的非洲全是森林，有很多果子可吃，可以说是很不错的生活。如果日子一直就这样过下去，今天的我们还是黑猩猩。但幸运的是，又或者说对当时的祖先不幸的是，从大约1000万年前开始，非洲的环境发生了变化，地壳运动造成在相当于今天的埃塞俄比亚的那个地方形成了一个新的地形，叫东非大裂谷。大裂谷把非洲分成了东西两侧，西边这一侧还是森林，而东边这一侧面积很小，而且慢慢的树都死了，变成了一片草原。等到大约600万年前，大裂谷周围长出了新的山脉，把东西两侧就给隔绝开了。于是当初那个灵长类动物也就被分成了东西2个族群。西边这个族群因为还是森林，环境不变，所以他们也没什么大变化，就演化成了今天的黑猩猩。而我们的祖先属于东边的这个族群，我们现在没有果子可吃，必须适应草原环境。到距今400万年前，我们开始直立行走。为啥直立行走就有利于适应草原环境？现在有多种说法，可能是站得高，在草丛中就看得远，也可能是皮肤被太阳晒的面积更小，谁也说不准。虽然是直立行走，但这时候的我们并不比黑猩猩聪明很多，我们的大脑跟他们差不多大，我们用的工具也不高级。等到距今250万年前，东部草原这个环境中演化出了很多大型哺乳动物，有大象、斑马、长颈鹿、野猪，更有食肉的狮子、豹、剑齿虎等等。在这种环境里，肉食才是王道。我们也开始加大肉食比例，升级自己的生态位。黑猩猩的食物中只有10%是肉类，而此时我们祖先的食物中已经有30%是肉类。这其实很不容易，因为我们吃肉并不方便，人家狮子老虎都有锋利的牙和爪子，我们可没有。当时我们打猎的技能也很一般。研究表明，我们吃的主要是腐肉，也就是老虎狮子吃饱离开了，我们默默地走过去，把剩下的肉再吃一吃。我们会用石头工具去剥皮，特别是可以把骨头砸开，吃里边营养丰富的骨髓。我们就这么卑微地逐步变成了一个食肉物种。到距今50万年前，我们终于演化成了直立人。注意，这只是一个学术名称，其实我们早就直立行走了，只是之前不叫这个名。直立人成长为草原上最高端的物种。我们的食物中有85%都是肉类，因为我们掌握了高级打猎技术。此时的我们已经如此厉害，以至于把一些大型食肉动物，像什么剑齿虎，都给屠杀灭绝了。我们的打猎技术好，部分原因在于我们发明了各种新工具，我们学会了投掷武器，甚至用上了长矛。更重要的是，我们的身体发生了变化，腿变长了，这有利于奔跑。特别是我们的皮肤褪掉了动物内身毛，还长出了汗腺，这使得我们可以用全身出汗的方式去散热。而你要知道，其他所有哺乳动物降温都只能靠喘气，这就使得我们能在长途奔跑中保持凉爽。事实上，直立人是动物王国中耐力最好的选手，像羚羊什么的，短跑速度比我们快得多，但是耐力不行。所以我们打猎的绝招就是长时间的追踪。我们善于识别动物的踪迹，只要盯上了就能一直追到底，等猎物终于跑不动了，就变成了我们的食物。我们的大脑进入了快速升级通道，直立人的大脑是黑猩猩的2倍那么大。直立人的下颚和内脏都变小了，长得更像现代人而不像黑猩猩。可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按理说我们的大脑比以前大了1倍，身体也更大了，那我们必定需要更多的能量啊，怎么吃饭的关键部位还变小了呢？唯一合理的推断是，我们学会了用火，开始吃熟肉。吃熟肉比吃生肉能多吸收30%的营养，而且消化时间要短得多。直立人用上了火，比现代人用上冰箱可重要多了。当然，这一切的好处也带来了一些不方便。最大的不方便就是直立人的脑袋太大，本来直立行走就使得直立人的臀部变小，于是带来一个问题，那就是小孩出生的时候头部难以通过产道。我们解决的办法是提前出生。其他动物都是在妈妈肚子里长成了再出生，比如说牛出生几个小时就会走路了，而人类的宝宝都属于早产，得出生1年后才能走路。这就意味着它必须始终有人照料。像黑猩猩那样靠妈妈一个人抚养孩子已经变得不现实，于是直立人进入了以一夫一妻制为主的社会形态，父亲必须照料家庭。接下来的问题是，直立人会说话吗？学者们推测，语言就是在直立人的社交互动中产生的，最早应该是起源于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对话。直立人要制造复杂的工具，有语言的帮助，教学会容易得多。但学者关心的是，我们为什么要对自己家人以外的人说话呢？这个关键在于，你跟别人说话几乎总是对对方有好处，你或者是告知一个什么事情，或者是教他一个什么东西，总之使用语言是一种利他行为。可我们为什么要帮助亲属以外的人呢？可能是因为群体选择、群体生活鼓励利他行为，比如昨天打猎的时候谁救了你一命，前天你帮了谁一个忙，这样的事情应该得到表扬，咱们这个群体的竞争力才能增加。反过来说，如果有人做损人利己的事儿，我们就应该批评。那我们怎么鼓励利他、惩罚利己呢？办法恰恰就是通过语言。非亲属关系的人坐在一起聊天，最主要的场景就是说些闲言碎语，也可以说是流言蜚语，反正肯定是对别人说三道四，说长道短。其实现在我们也是这样，大家聚在一起说闲话的时候，最爱议论别人，传播个小道消息什么的，这可不叫造谣传谣，这叫舆论监督。正是因为老百姓私下的议论，社区才能表彰利他，谴责利己。所以语言促进了群体内部的合作，而群体合作增加，又进一步让语言变得有意义。现在我们更愿意跟人说话，于是我们的语言能力就会提高，这是一个正反馈过程，语言就这样得以传播。到大约10万年前，我们正式拥有了语言。那我们要问，人的语言是大脑中的什么特殊结构带来的吗？乍一看似乎是的，人的大脑几乎就是放大版的黑猩猩大脑，只有一点点不同，但不是结构上的不同。我们的新皮层的左侧有2个区，专门用于语言功能，一个叫布洛卡区，用于输出语言，一个叫维尼克区，用于理解语言。这像是硬件设定，但其实不是。要知道，新皮层是通用的，很多人的语言功能不出现在这2个区域，放在别处也可以。再者，只有人有喉咙和声带能发出复杂的声音，黑猩猩没有这个能力，所以黑猩猩怎么教都学不会说话。但这个限制也不是决定性的，因为事实上你可以教黑猩猩用手语和图形说话，它们也能表达一些简单的意思，只是不能形成复杂的语法而已。不会用嗓子说话，不等于没有语言能力。那人跟黑猩猩的语言到底差在哪呢？关键似乎不是解剖学上的区别，而是一些更细微的东西。真正的区别是，人的语言是个需要学习的系统，而黑猩猩虽然也会发生交流，但它们那只是一个反射性的情绪表达系统。比如你看到好笑的事情会大笑，难过了会哭，这些都是情绪的反射，是自发的，这不用学。反射性情绪表达的特点是，所有人都一样，全世界所有的人的自发表情是一样的。黑猩猩也是如此，黑猩猩遇到各种事情会发出长短不一的叫声，那些全都是自发情绪反射。所有族群的表达方式都一样，没有方言和外语。哪怕一只黑猩猩从小就不跟其他猩猩生活在一起，它的本能反应也还是一样。而人和黑猩猩的区别在于，我们在反射性表达之外，还有一种刻意的表达。你明明觉得这件事不好笑，也可以做出一副正在笑的表情，这个表情可就不是人人都一样的了。
我认为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不同文化的微表情不一样，以至于用表情测谎是靠不住的。我们的语言恰恰就是一种刻意的、非自发的表达，这就是人类的语言和黑猩猩的叫声根本的不同。语言不是天生的东西，语言一定是后天学习的结果。这就是为什么不同地区、不同族群使用的语言那么的不同。当然，演化必须先在我们的大脑中预装一点什么东西，我们才能有学语言的能力。这就如同小鸟刚出生的时候不会飞，它必须得学才能飞。但它的基因的确准备了一个能让它学飞的系统，比如它得会蹦跳才行。那人预装的能让我们学语言的系统是什么呢？它不在心皮层，推测可能是隐藏在杏仁核和脑干这些古老区域深处的一些东西。这个系统给了人3个本能，是黑猩猩所没有的。第一个本能是轮换式的沟通，婴儿和母亲会以一种对话式的方式沟通，也就是你说一句我说一句，哪怕只是发出一个声音也好，但一定有回应，有互动。第二个本能是共同的注意力，母亲指向一个什么东西，说你看那里，孩子就会去看那里。母亲说这是一朵花，孩子就明白了。这种双方共同注意同一个地方的能力是学语言的关键。第3个本能是提问，这听起来有点惊人，但是结论很清楚，那就是一切动物之中只有人会提问。有了这3个先天能力，我们就可以在后天学习语言了。以前我听说是某个基因突变让人有了语言，现在看来不是那么简单。如果说大脑的前4次突破是发生在个体身上，语言这个第5次突破却是具有明显的社会意味。因为我们是社会动物，所以我们才有了语言。语言让大脑和大脑联网。以前的我们是单独的个体，而现在的我们是网络中的一个个节点，这使得我们的知识能够突飞猛进。关于这个话题，咱们下一讲再说。